王林和李木婉告别后，来到了古老的传送阵所在位置，身子飘在半空，凝视着下方的峡谷盆地。王林取回破损的部件，修复阵法。他发现了之前拆解的传送阵，但当他正准备离开时，突然传送阵亮起，却最终因破坏太过严重而无法成功传送。虽然亮光消散后，王林得知有人在远处开启了传送阵，但因阵法受损严重，未能成功传送。王林心中不安，深吸口气，却选择不深究，急于找到目标传送阵，修复阵法。在王林疾驰而去的第8天，他来到了另一座传送阵，却发现这座阵法完好无损。毫不犹豫，他正准备拆卸部件修复阵法，然而突然间阵法亮起，光圈出现，虚幻的人影渐渐凝实。王林快速上前，抓住阵法的材料，开始掰取。在掰取的瞬间，一声愤怒的呐喊传来，要求他停手。王林冷漠无情，不但没有停手，反而加快动作，将材料抢夺出来。渐渐凝实的人影也在发出肃杀之气。这一时刻，修魔海内的大部分古传送阵纷纷亮起，无人守护的阵法附近也有修士出现，统一开启。修真国四方联合行动，数万修士涌入修魔海，爆发了一场滔天的大战。修魔海陷入混乱，风暴正式爆发。999座城池在修魔海内爆发了混战，腥风血雨掀起。王林观察着一切，对古传送阵被修复以及黑衣人的出现早有猜测，尤其是传送阵中的人影更加坚定了他的判断。内心深知必须尽快离开修魔海，王林及时飞行，手中握着储物袋，里面放着最后一块修复材料。他深吸口气，准备着启程。数日后，他回到传送阵，将材料摆放好，环顾四周，取出一块极品灵石放入卡槽。随着阵法逐渐开启，王林右手打出灵诀，印在镜幡上，99道劲气咆哮旋转，摧毁四周的植物，地面涌出红色液体。阵法全部启动，王林身体渐渐模糊，右手一照，收回镜幡，消失在阵法内。地面的血水迅速淹没阵法，大量高大的植物生长，覆盖传送阵。咔咔声中，传送阵碎裂，植物生长，使得即便有地图也难以辨认曾有传送阵存在的痕迹。修魔海中的传送阵已然湮灭。2天过后，一位全身散发妖异气息的年轻修士出现在修魔海，面容阴沉，目光寒芒四溢。这位年轻人真是来自火焚国，仅用了2个月的时间便横渡修魔海，其惊人的速度令人瞠目结舌。不同于通常需要数百年的飞行时间，这位年轻修士之所以如此迅速抵达，是因为他掌握了家族独特的神通之术——天鬼搜身术。通过大量分身横扫、叠加行走的距离，他成功将速度提高数倍，实现了快速穿越修真星球的壮举。年轻修士眼神阴沉，注视着脚下摇曳的植物，身体缓缓下沉，周围的植物似乎在他面前失去了生机。他直视着碎裂的传送阵，已经毁坏的无法修补。沉默片刻后，他深吸一口气，自语道：储物袋被打开的人应该寥寥无几，但现在修为状态不稳定，若不立即返回母星，恐怕修为会逐渐下降。他眉头微皱，身影一闪，消失在原地。这位修士的行踪令人摸不透，他的到来似乎带着一丝不祥的预感。在孔孟大陆的朱雀星上分布着众多修真国，但资源贫瘠，大多是1、2、3级修真国。孔孟大陆与修魔海相接处有一座小城，内有一座古老的传送阵。传送阵突然亮起，从中走出王林。他立即展开神识，迅速观察了整个城池。城内修士都为他的突然出现而震惊，然而这种感觉来得快，去得更快。王林收回神识，消失在原地。按照记忆中的地图，他快速离开城池，然后一拍储物袋，一只巨大的文兽瞬间出现。他跃上文兽背，传出神念后，二者快速飞行。10天后，王林通过神识察觉到周围多处聚集了大量修士，显然是各个门派的所在地。他没有停留，继续向目标地点飞去。然而，在接近第2座传送阵数千里外时，他的眉头渐渐皱起。地图上标明的传送阵位置是一座荒山，但他的神识却发现那里已被一片阁楼大殿覆盖，散发出浓厚的灵力波动，显然成为一处修真福地。王林看到门派大殿外的弟子正在收徒，山道上还有一些少年攀爬行走。对于这幕熟悉的景象，王林心中充满复杂感慨。横越派，他踏入修真界的起点，如今不知何去何从。他乘坐文兽，缓缓飞向门派。然而，距离100里外，一道光幕突然出现，柔和的光芒阻止了他的前行。未等王林出手，他脚下的文兽发出一声嘶鸣，庞大的口气猛地刺入光幕，深深吸力后，光幕猛烈摇晃，最终发出啪啪之声，彻底消散。此时，派内的结丹修士们纷纷惊醒，走出闭关，惊愕地望着王林和文兽，紧急暂停收徒，齐刷刷站在大殿外，等待王林的到来。王林飞至派前，3个结丹修士飞身而起，恭敬地称参见上国前辈。对方虽未散发灵力，但却散发出一股难以言喻的威压，令他们不寒而栗。尤其是文兽，更让他们心生敬畏，生怕得罪了这位前辈。这3位结丹修士，2男1女，一男以花白，
另一男女年轻貌美。然而，修真者容貌难以判断年龄，即便是王林，外表年轻，实际年岁已过百。王林神情平静，扫视三人，缓缓问：“此地为何派？”老者连忙回答：“前辈，毕宗名为紫云，如有差遣，毕宗必全力以赴。”王林询问古传送阵，老者沉吟片刻后否认，但王林的气息变冷，逼问下，一女修匆忙说出古传送阵原本在山顶。王林决定前往山顶，女子领路，其他2人紧随其后。山顶的一座典雅阁楼引起了王林的注意，王林随女修进入了他的房间。女修低头含羞，解释房间用途，指出这山脉非紫云宗所有，之前未曾知晓密道存在。他透露山脉底下有一座阵法，为了隐匿此处，使用了神通术。王林点头承认，他之前在此地探查并未发现，现在近距离查探，神识发现了被神通术遮掩的灵力波动。他对于此地的神通之术感到意外，毕竟这是一个2级修真国。王林跟随女修进入阁楼，香气扑鼻，阁楼内充满了女性的温馨感。王林一瞥屏风上的物品，神色不动。女修红着脸赶紧整理个人物品，躲避王林的目光。在女修的引领下，王林顺利找到了古传送阵，阵法保存较好，可使用。他心中保持警觉，一路潜入底层，准备随时出手。在底层，他发现了完好的古传送阵，将2颗下品灵兽内丹赠给女修后，王林说：“服下此物可对你的修为有所帮助。”女修欣喜若狂，这是难得的宝物，炼化后有望跃升到结丹后期。在紫云宗，女修小心翼翼地接过王林递来的东西，随后将其珍藏在储物袋中。两旁的结丹修士不禁流露出羡慕之色。王林瞥了一眼这2人，径直走向传送阵，手一挥，四周弥漫起一片黑雾，挡住了他们的视线。接着，他取出一块极品灵石，放进卡槽，激活了阵法。阵光涌动之间，王林便在阵法中消失不见。女修望着空无一物的古老传送阵，眼中露出一丝惆怅，同时似乎想到了什么，俏脸再次泛起红霞。如今的赵国地势狭小，灵脉稀少，灵草也难得一见。赵国的门派分为正道和魔道，由始祖朴男子领导的玄道宗占据主导地位。正道门派缥缈宗逐渐沦为2流，而魔道门派中天道门、合欢宗、无风谷崭露头角。在朴男子的强势统治下，整个赵国保持相对安定，正邪之争较少，争端也很小范围。朴男子掌握了赵国的命脉，4级修真国的大势已经愈发明朗。除了门派之外，赵国也涌现出一些人物，如玄道宗的天才王卓，以其惊人的修炼速度引人瞩目。赵国除了门派之外，各个门派也涌现出不少天才人物。然而，无论这些天才如何出类拔萃，与滕家相比，却仍大为逊色。在过去的400年中，赵国涌现出了一位修为卓绝的始祖，那就是滕家老祖滕化元。滕化元在400年前已达元婴初期，经过朴男子的帮助，如今已达元婴后期，成为赵国数1数2的高手之一。在这里，元婴后期修士能够获得高位和权势，但前提是得听从朴男子的命令。朴男子为赵国制定了法则，迫使每个修士都要努力晋升至元婴后期，以便提升整个国家的修真水平。而滕化元的修为提升，使得滕家在赵国的地位愈发显赫，成为头号修真家族。滕家的地位不仅仅在赵国各门派中崭露头角，而且滕家的子弟几乎遍布各个门派，有的甚至在门派内占据重要地位。滕家还通过大肆结亲，将女儿与其他天才修士结为道侣，巩固了其在赵国的地位。而王卓就是滕家的女婿之一。滕家与赵国的联系紧密，任何对滕家不利的企图几乎都会在朝夕之间化为泡影。在这400年中，虽然有人曾对滕家垂涎欲滴，但最终甚至无需滕化元亲自出手，心怀不轨者都会在赵国中悄然失踪。而朴男子对于滕化元的一切举动漠不关心，他专注于冲击化神期，对于滕家的权势和地位，他似乎毫不在乎。滕家城在这400年里经历了6次拓展，如今已是一座庞大的城池，成为滕家在赵国权势的明证。在滕家城的地下有一间密室，灵气极为充足，原因是密室之下隐藏着一处灵脉，尽管不算巨大，但足以满足修炼之需。这个机密之事，除了滕家的少数人外，甚至连朴男子都不知情。只有当族人修为欲突破时，才会被准许进入修炼。在滕家城内的地下密室，滕化元，滕家老祖，一位满头白发的老者，突然睁开双眼，眼中闪烁出一抹阴沉之芒。他刚刚闭关时，感受到一股血光临身的感觉，强烈的几乎让他的体内灵力产生混乱。老者微微沉默，右手掐诀，迅速打出一道灵诀，白光在他身前浮现，口中吐出复杂的咒语，白光开始刺眼的闪烁。老者的眉头渐渐皱紧，眼中流露出凝重之色。然而就在这时，白光突然一颤，四下散开，消失无踪。老者的面色顿时阴沉，喃喃自语：奇怪，朴男子传授的御灵之术居然也无法探查出血光临身的原因。他暗自思索片刻，眼中寒芒一闪，心中暗自宣誓：以我目前的修为和在赵国的地位，
即便真的有血光临身，也能轻松化解。这位老者正是滕家老祖，滕家的最高象征滕化元。岁月的流逝在他身上留下一丝老态，尽管修为提高，但他现在看起来与当年导致亡灵自爆的那个人有明显的不同。整个气势上升华，仿佛曾经的狠角色变成了老谋深算的智者，形成鲜明对比。他深吸口气，身形一晃，消失在密室中。再次出现时，他已经来到滕家城内城的滕家祖宅。这是一座雕龙刻凤的3层阁楼，气势威严，洋溢着阵阵灵威。滕化元出现在祖宅的第3层，这里摆放着众多牌位，刻着无数年来滕家死亡的嫡系族人的名字。这些名字见证了滕家的兴衰，成为了滕家祖宅中永恒的记忆。滕化元的目光在滕家祖宅的牌位上一扫，最终停留在顶端的一个灵位上，上面清晰地写着滕立。这个名字似乎是他心头的一块刺。400多年来，每当心绪不宁或烦乱时，他都会来此地凝视着这块灵牌，这已经成为了他的一种习惯。滕化元右手一招，灵牌落入手中，他轻轻擦拭着，喃喃自语：丽儿，你走得太快了，若非如此，以你的天资，现在应该已达元婴期。他轻叹一声，将灵牌重新放回原位，然后转身离开。此时滕家城外，2道剑光如长虹般疾驰而来，落地后现出一男一女。中年男子王卓穿着白衣，英俊而略显老态，他的身边是一名气质华贵的女子，目光紧锁，似乎有心事。王卓望着滕家城，眼中闪过复杂之色。王卓，这么久过去了，你难道还不能释怀吗？女子轻声劝解。释怀？我若是能轻易释怀杀父杀母杀全族之仇，那我就不配为人。王卓淡然笑道。女子沉默片刻，低声说：我只是为了看望妹妹而回，3天后我们就会离开。在这3天里，王卓，你别冲动，好吗？放心，除非我有足够实力除掉那老贼，否则我不会轻举妄动。王卓平淡地说完，然后朝着滕家城的方向走去。女子叹了口气，紧随其后，2人一同走进滕家城。王卓，其实当年的事，你不应该怨恨老祖，而是应该怨恨那个亡灵才对。虽然他已死，但罪魁祸首却正是他。女子边走边轻声说。王卓停下脚步，转身盯着女子，冷冷说：滕秀秀，我之前已经警告过你，不要在我面前再提起亡灵这2个字。今天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如果还有下次，别怪我无情。女子沉默，不再言语，随着王卓一同进入滕家城。与此同时，在赵国边界的一处无名山谷中，一串明亮的光圈蓦然闪动，很快消失。白发的亡灵从谷内走出，眉心印有紫色星点。他望着眼前的大地，跪在地上磕了几个头，眼中闪过未曾有的杀机，喃喃自语：爹娘，铁柱回来了，这一次我要让赵国血流成河，如有违此事，天诛地灭。天空划过一道闪电，雷鸣声中，大地雨滴，雨雾弥漫。横越山脉的玄道宗在雨雾之下，雷电交加，展现着一片神秘而威严的景象。密林中，雨滴吹打在枝叶上，发出啪啪之声，而闪电的光辉划破夜空，雷鸣回荡在山间。在这个雨夜中，一个满头白发的青年缓缓穿行在密林间，脚步踩在积水的树叶上，发出沙沙的声响。遥望着横越山的巅峰，这名白发青年目光平静，片刻后，他转身离去，前往数百里外的一座小山村。深夜的山村只有雷电声和雨水拍打的声音，偶尔传来村里养的土狗发出的呜咽声，试图对抗着恢宏的雷鸣。整个山村被黑暗所笼罩，白发青年走在小道上，眼中透出对周围熟悉却又陌生的村舍一一的注视，目光从冰冷变得温柔，内心充满着深深的惆怅。这份惆怅里蕴含着不可磨灭的亲情。400年对于修真者或许是转瞬即逝，但对凡人来说，这已是沧海桑田。山村的许多房舍在多代人的努力下得以重修，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位青年正是亡灵，他注视着四周的村舍，目光聚焦在一处，那是他记忆中曾经有过的老槐树，曾在那里度过儿时的读书时光，与伙伴嬉戏玩耍。然而这一切似乎都在烟消云散中消失了。亡灵轻叹一声，缓缓前行。不多时，他停下脚步，望着一处熟悉的房屋。所有村舍都经历了改变，唯独这里与400年前离开时一模一样。亡灵推开院门，木门吱嘎作响，缓缓打开。进入后，门慢慢合上。在院子里，一张木桌支起雨布，四周摆放着小木凳。亡灵默默地凝望这一切，泪水不自觉地流淌。随后，他来到屋舍，推开门，走进去。一切景象都与他记忆中的一模一样，好似没有发生任何变化。这一刻，亡灵感觉到一种奇特的感觉。400年前的一幕幕如同梦境一般，但现在他已经从梦中醒来。父母的魂魄并不在泥珠子中，他们并没有死，而是在这间房间里，在这个雨夜中安然入睡。只是凭借他的神识，他清楚地知道这间祖房内并没有任何人。在祖屋正厅，亡灵看到2个灵牌，上手牌位上刻着王天水、周罂粟之灵，下手牌位
刻着长子亡灵之灵。在这2个牌位之下，放着一个香炉，两旁还有一些未点燃的香枝。亡灵眼中露出悲哀之色，拿起3炷香，点燃后放在香炉中，慢慢跪在地上，狠狠地磕了几个头，口中喃喃自语：不孝子亡灵，今日以香祭拜，下次来时以滕家全族人头为父母搭建滕家人头塔。一股肃杀之气从亡灵体内散发而出，正厅内瞬间充满寒气，比起外面的雨夜更为凛冽。亡灵起身后沉默片刻，即将离开时，突然神色一动，身影消失在原地。过了一会儿，一辆马车远远驶来，驾车的是一位穿蓑衣的老者，显然是凡人武林中的高手。他手中马鞭挥动，马匹嘶鸣，飞驰而来。尽管马车在颠簸的山村小道上摇摆，但老者却仿佛粘在车上一般，纹丝不动，口中时而低喝：驾！马车临近时，老者一声轻喝，牢牢抓住缰绳，马匹嘶鸣，迅速停在了王家祖宅门前。老者下了马车，恭敬地打开车厢门，一个小丫头跳下来，穿着翠绿衫子，头上扎着鬓发。她拿出油伞，脆声道：小姐，到了。一位妙曼的女子从车厢内探出身子，站在油伞下。女子容颜苍白，有着一种病态之美。下车后身子哆嗦，小丫头连忙递上一把紫色大衣，老者帮助她穿上。小丫头嘴里不满地说：小姐，雨这么大，何必非得过来呢？明天再来不是一样？你身体虚弱，染上风寒怎么办啊？即便老者也带着怜爱和责备的神色看着这位身体虚弱的小姐。小姐轻笑解释道：你们不懂，爷爷去世前曾说过，每年的今日，我王家嫡系子孙都要亲自来此地祭拜，这是我们的传统。小丫头依然不满，质问：这么远的地方每年都来，这里有什么典故吗？我听姐妹说这里曾是王家的一个分支。小姐轻笑拦住老者，自己亲自打开院门，对小丫头说：第一次来你不懂，以后有机会再告诉你。进入院子后，3人没有停留，径直走进屋子。小丫头在屋内整理油伞，而老者则站在门口静默。小姐深吸口气，走向正厅，拦住小丫头说：你和李伯在外等着，我自己进去。小丫头撅起嘴，但乖巧地点了点头。小姐嫣然一笑，咳嗽几声，进入正厅。她跪在铺垫上，正准备点香，手却突然一颤，目光落在香炉中即将烧完的3炷香上。阴寒之气弥漫，女子感觉自己若稍有动作，可能会丧命。一位满头白发的青年缓缓走出正厅，询问：你是何人的后代？女子惊恐地问：你是谁？为什么在我王家祖屋？亡灵望着她，手一挥，四周寒气消失，暖意顿生。她感到身体温暖，停止颤抖，却在背后轻触腰际。突然一阵刚劲的掌风传来，老者冲入正厅，却在进门瞬间摔倒昏睡。女子脸色一变：我在问你，你是谁的后代？亡灵淡然说道，对倒地的老者不屑一瞥。他心中早有疑虑，祖屋如此完好，显然是重建过。他询问：这房子内的灵牌人物与你有何关系？我父亲是王瑜，明知我追踪而来，何必再问？女子咬着牙说：你先祖叫什么名字？亡灵语气有所变动：先祖是四叔。他心中涌起激荡的情感。女子答道：先祖名叫天土，98岁去世。他曾在京城建立我王家，成为皇族供奉之一。亡灵深深叹息，眼中闪烁着复杂的情绪，对他的目光中带着一丝莫名的温情，继续询问：你先祖的生辰是？亡灵目送着女子一番神秘的动作后，终于缓缓开口，语气中透露着欣慰：四叔的后代王虎也已经离世了吗？女子瞪大了眼睛，惊诧地问：你是怎么知道的？先祖之子王虎在先祖去世后的第3年也走了。在经历了400年的变迁后，亡灵得知四叔的消息，心情波澜万丈。他注视着女子，缓缓开口：你体内的至阴之气是因为你母亲怀孕时被人袭击造成的吗？女子目瞪口呆地望着亡灵，内心翻起巨浪。她知道自己身上的至阴之伤是少数人知晓的事，而对方不仅察觉到了，还详细询问，心中的疑虑更甚。她颤声问：你到底是谁？先前关于对方是杀手的想法已经渐行渐远，因为杀手怎么可能掌握这么多信息？亡灵轻声招手，一股清气浮现在女子额头上，随着她的挥动，清气瞬间消散。女子只觉得身体一热，多年的顽疾竟在此刻消失无踪，让她忍不住怀疑这个人是否真的是传说中的仙人。您是仙人？女子咬着下唇，难以置信。算是吧。亡灵轻笑。看到四叔的后代在京城颇具声势，他心中的郁结渐渐释然。沉吟片刻后，他注视着女子，说道：说起来，我应该算是你的先祖。当年与四叔有约，若我修仙成功，将守护他的子孙。为了报答赐仙之恩，说罢，他从储物袋中取出数瓶丹药，递给女子。这72粒丹药，每个嫡系子孙一生只能服用1粒，切勿过量。至于你，可以服用3粒。递过丹药后，他再度思索片刻，点在女子的眉心，取出一滴血液，拍了下储物袋，掏出一枚玉简，神念涌动，
留下一丝极尽烙印，目光变得冰冷，严肃地说：“此玉简内有我一丝神识，在赵国境内，任何修仙者在此玉简攻击下都无法存活，但此玉简仅可使用3次，至你身故前必须妥善保管，非我王家嫡系血眼，无法开启，慎用，务必小心。”玉简离手后，亡灵身形瞬间消失，女子捧着丹药和玉简，仿佛梦中醒来。老者苏醒后，迷茫中询问发生了什么，而小丫头匆匆赶来解释自己的昏睡。女子深吸一口气，神色一新，病态消失。老者和小丫头惶恐不安，但女子却镇定自若。她一笑而过，目光在亡灵的牌位上停留片刻，略显疑虑，却没有言语。走出山村，亡灵脸上的温和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抹狰狞。他立志诛杀藤化园及其全族，但不愿让后代轻易逃脱。他决定让藤化园亲眼目睹族人死去，才最终结束他的性命。神识覆盖整个赵国，轻松锁定了藤化园所在的藤家城。亡灵凭空消失，身形如闪电般出现在数万里外。在城外，他布下16杆阵旗，宣告藤家城将成为禁地。从今天开始，藤家城只能进，不能出。藤化园，我亡灵的复仇，这只是刚刚开始。亡灵眼中闪过残忍的杀机，他又在空中一挥，16杆阵旗同时插下，宣告着封锁。随后，他飘然而去，双手快速点了几下，身后凝聚出一尊古老魔神的虚像。震撼的力量在他身后涌现，仿佛预示着一场恢宏而惊天的复仇之战即将展开。亡灵单膝跪地，右手指尖快速弹出一滴鲜血，咬牙呼唤：“腾力之魂，现！”魔神虚影瞬间睁开眼，吞下亡灵的鲜血，微微咀嚼后吐出微弱的青芒。随后，亡灵抓住这道光芒，魔神虚影逐渐消散。这小神通源自古神图斯，能唤回被其杀死的人的魂魄，但只有半炷香的时间。在古神图斯眼中，这神通毫无实用性，只是用来增强法宝的威力。但对亡灵而言，它成为了复仇计划的关键。握着腾力之魂，亡灵毫不犹豫地吞下，神识再次散开，笼罩整个赵国。腾力之魂的感应下，亡灵的神识中出现一个个亮点，代表着拥有藤家血统的人。无论是嫡系还是旁系，只要有藤家血统，都在亡灵的神识中显现。灭族对于亡灵而言，不是简单的杀戮所有藤家族人，而是从根本上抹去整个藤家血统。他要让藤家的血脉在世间彻底湮灭，这才是真正的灭族。越来越多的亮点浮现在视野里，使得亡灵嘴角的微笑变得越发冷酷。藤家的子孙后代已经有了相当的数量，他把他们每一个人的灵魂波动都牢牢记住了。藤力的灵魂被他吞下，渐渐消散。他顺手拍了拍文兽，骑着文兽向距离最近的一个门派飞去。在那里有着藤家的7名血亲。藤玄是藤家第6代的后人，已经达到结丹初期的修为。他虽然姓藤，但他的成就并不全都归因于他的姓氏，他也是天道门一位元婴期老祖的入门弟子。在天道门，藤家一共有6名弟子，他们都在自己的位置上有自己的权利，但地位最高的自然还是藤玄。其他5人的修为只是筑基期而已。藤玄对于他目前的一切都很满足，他的道侣，他的地位都让他非常满足。虽然这些在藤家的一些核心族人眼中可能看起来微不足道，但他知道他的身份，知道他无法和那些人相比。他很清楚，在藤家那么多的人中，能够和那些天之骄子相比的又有几个呢？他有自知之明，他只希望在他有生之年能够达到结丹后期，那对他来说就已经足够了。而今他的小妹藤优从合欢宗来到了这里，和他团聚。提到这个小妹，他心中就升起一团火热。他和她有一个极其隐秘的秘密，他们在青少年时期就已经是夫妻了。藤玄带着火热的心情，急匆匆来到了后山的阁楼。他推开门，一个充满迷人香气的郊区立即落入了他的怀里。而此时，亡灵已经来到了这座坐落在山峰之上的门派天道门。他没有丝毫的犹豫，径直突入其防范大阵。他的禁止幡一阵挥舞，将几10道劲气砸向防范大阵。瞬间，防御阵破，天道门的山峰整个剧烈颤动。天道门的几个元婴期的始祖纷纷冲出，震惊地看着天际。亡灵的文兽感应到主人的杀机，咆哮一声，迅速冲下山峰。元婴期修士欲与之拼斗，亡灵神识一扫，天威压在天道门上。亡灵宣布与藤家有私人恩怨，威压传至天空，元婴修士纷纷受创。亡灵跃下，目光锁定天道门弟子中的一个年轻人，神情惊恐。亡灵一笑，召来那人，手一捏，生命终结。左手晃动，魂旗飘出，魂魄落入其中。尸体被蛟龙筋捆绑，文兽叼着。亡灵的行动干净利落，众人瞠目结舌。他冲入大殿，目标是一个悲愤的青年，握紧的拳头注定再也松不开，因为他姓藤。在这场血仇中，藤家的复仇已经拉开序幕。亡灵右手拍在此人天灵，无情的碎裂5脏6腑，魂魄被吸入魂旗。身子一动，天道宗的元婴始祖敢出面制止，但他同样化为灰烬。
王陵离开大殿，宣布阻挡者与藤家同罪。元婴修士不敢靠近，一个愣住的女子被生生抓住，她姓藤，无情地收去了她的生命。元婴修士无法拦阻，纷纷犹豫。其中一个元修士祭出玉简，传音求援，其他元修士追随王陵，表面上未阻止，但心中的勇气却不足。一名女子逃向天道门，惊恐之际却已被王陵抓住。她不想死，但命运已然注定，因为她同样心疼。几具尸体被龙筋捆绑，王陵冷眼看着剩下的4人，其中一个正飞离天道门。他出现在奇峰之外，目标是一名黑衣青年。无情的一指，生命结束。王陵寻找下一个目标。元婴修士纷纷感到恐惧，心中疑惑：藤家何曾招惹如此强大的敌人？王陵的煞星之举让他们不寒而栗，仿佛一个毁灭的漩涡正在靠近。王陵冰冷的眼神中透出一丝煞气。第5个目标被锁定，他是藤家中最年长的一位，白发苍苍，修为却仅达到筑基后期。这位藤姓老者面容凝重，丝毫没有露出惊慌之色。他飞行中不断记起玉简，留下神念。然而他的姓氏注定了他的命运。王陵冷笑一声，锁定目标。当王陵出现在他前方时，老者停下了飞行，阴沉地看着王陵，急忙解释：前辈与我藤家究竟有何仇怨？此事必有误会。王陵沉默不语，右手一甩，一柄黑色飞剑飞出，瞬间刺穿老者胸口，将他化为漆黑一片。王陵冷酷地完成了任务，收魂捆尸。王陵迅速飞向后山，在后山的密室，藤玄与藤优正在私会。他们通常在开启阵法的情况下欢好，保持绝对隐秘。藤玄对外一直维持着高傲的形象，不愿外人知晓他与藤优的关系。但此刻他毫无察觉，一切尽是沉浸在藤优的美色中。在疯狂的低吼声中，藤玄和藤优达到了极限。这对兄妹虽然注定要死，但至少能在享受肉欲之后离世。相较于其他5人来说，他们算是幸运的。藤玄深吸几口气，从藤优身上爬起，却发现房中多了一个人，心头一震，正欲开口，那人目光一闪，成为他见过的最后一景。藤优睁开美目，看到的是藤玄人头滚落，他一怔后惊叫，但这声音不再是之前的呻吟动听，也成为他生命中的最后一声呐喊。兄妹俩因姓藤而注定死亡。王陵杀了2人，取出魂魄，走出阁楼。在阁楼外，天道门的几个元婴始祖默不作声，他们对视无语，看都不看王陵一眼。王陵腾空而起，踩在纹兽上，捆着7具尸体的龙筋末端在口中。他没有停留，乘着纹兽离开了天道门。远处7具被锁住的尸体如孔雀的尾巴一般，鲜艳中透露着血腥气息。直至王陵的身影消失在天际，几个元婴始祖才松了口气。他们彼此汗流浃背，其中一个小声说：藤家完了。不仅是藤家，赵国这一次怕是要变天了。另一人喃喃自语，他深吸口气，转身面对远处怔怔望着的天道门掌教，沉声说：传令下去，召回所有在外历练的弟子，凡是与藤家有关的产业立刻中断。门派内那些与藤家女子结成双修的弟子断绝关系，驱逐出门。从此以后，藤家的一切事务与我天道门无关。王陵杀了藤家7人，目光冰冷。灭族之事需要坚定的心智，若有丝毫妇人之念，无法果断出手，也无法坚持下去。灭族是一项艰难的任务。王陵下一个目标是数万里外的一个门派，那里有93名藤家子孙。王陵不急，他要慢慢杀，让藤化元挣扎在痛失族人的悲痛中。他要让藤化元感受到自己曾经的痛苦，挖开胸膛，看心是否碎裂的感觉。在过去的400年里，无风谷作为赵国魔道联盟的一员，曾经辉煌一时。然而，随着时间推移，无风谷并没有因为发展而更加繁荣，反而逐渐沦为没落之地。原因高手相继受终，无法突破瓶颈，使得这一代大派的实力不断下滑。玄道宗的崛起更使得无风谷沦为了2流宗派。这样的没落引起了藤家老祖藤化元的野心。在这几百年间，他不断向无风谷输送族人，即便无风谷看透了藤化元的企图，也无奈接受这一事实。藤化元原是无风谷的客卿长老，这让其他门派难以干涉，毕竟这是无风谷内部的问题。至今，无风谷内有藤家族人93人，大部分在门派内有地位，甚至有3人已经身居高位，其中藤高最为显赫，成为了下一任掌门的有力竞争者。在藤化元的威逼利诱下，无风谷变得越发成为了藤家的私人宗派。无风谷内的2位元婴始祖对此无可奈何，他们只能装作无事，闭关修炼，期望能够在有生之年突破境界，增加寿元。加上每年藤家送来的材料和灵草，使得他们暂时选择了妥协。藤化元的跋扈让他们无法反抗，更别说对抗。这种现象初期曾引起一些反对，但几百年的时间让一切言论逐渐平息，无风谷内的弟子们也逐渐接受了藤家的入侵。经过几代人的交替，现在无风谷已经没有了任何反对声音，甚至弟子们也开始认同藤家在宗派内的地位。王陵踏上了无风谷的山门，神识锁定目标，身后的龙筋牵引着7具尸体，滔天的杀气弥漫。
亡灵的到来注定会让这个原本没落的宗派陷入更深的绝望之中。无风谷原是五仙山的一方霸主，坐落在山脉之上，其五峰分别为主峰和4个分宗。多年前，无风谷曾是修士众多、法力灵光笼罩的盛景，1000人之众，一方霸主。然而，现在山峰已凋零，法力灵光消散，门下弟子先有1000人，大多是初入门的新弟子。亡灵来到无风谷，触动了此地的防御机制。青色光幕瞬间出现，5名白衣男子站在5座山峰顶端，手握5把飞剑，青、红、紫、黄、白5色飞剑在他们头顶盘旋，灵力涌入其中，剑气弥漫。这5位藤家族人显然已得到消息，迅速出现在5座山峰上，准备迎战。他们都是刚刚接到藤高的传令，启动护山大阵，面对来袭的强敌。但看到亡灵身后龙筋上捆着的7具尸体，5人的心中充满了愤怒。亡灵面对护山大阵并不回避，相反，他嘴角露出一丝冷笑。这正是他想要的效果，通过展现藤家族人的尸体，让整个赵国都知道他要灭藤家全族，报仇雪恨。亡灵早已有了这样的资格。5位藤家族人心中震怒，他们刚刚得知有强敌来袭，未曾松懈。然而，现在他们看到亡灵手持剑鞘，眼中闪烁着无情的冰冷光芒。他们知道面前的敌人决然不容小觑。亡灵毫不犹豫，一拍储物袋，手中古朴剑鞘落入手中。他的眼中闪烁着决绝的剑意。既然无风谷以剑气迎敌，那么亡灵就决定让他们见识一下什么才是真正的剑气。在这瞬息万变的山峰之战中，亡灵展现出了霸道无匹的剑意，准备让整个无风谷感受到他的煞气。亡灵右手抽出一把飞剑，无数低级法宝在他的储物袋内随手可得，积累了400年。然而，当他试图插入剑鞘时，强大的阻力顿时涌现。5座山峰上的5人低喝一声，5把飞剑发出剑鸣，5色剑气如巨龙腾空而起，向着亡灵袭来。亡灵感受到剑鞘内的剑气达到了极限，突然释放出比5道剑气更为庞大数倍的滔天气息，一股粗大的杀气和肃杀之气如神龙般咆哮而出，瞬间搅碎了藤家族人施展的5道剑气。剑鞘一甩，巨大的剑气神龙咆哮着向着地面的五仙山冲去，护山大阵破碎，2座山峰崩塌。控制大阵的藤家族人承受不住巨大力量，身体自爆，但头颅却被龙筋困住，飘在亡灵身后。亡灵从纹兽内落下，伸手矫剑，杀向无风谷，根据神识锁定的目标，毫不留情地一一出手。今日在下与藤家私仇，凡阻拦者，杀！亡灵冰冷无情的声音回荡在整个无风谷和五仙山，让所有听到的凡人心生浓厚的寒意。近100名修士从五仙山各处冲出，驾着剑光四散而逃，毫不例外，全都是藤家族人。亡灵眼中冰冷，双手打出禁制，方圆千里被笼罩，无风谷内的所有人无法逃脱，陷入绝境。在这一刻，亡灵展现出了毫不留情的决心，无风谷注定要被他踏平。在丛林中，一位青年修士仓皇逃命，却在短暂的逃窜后被一只无形大手捏住，咔咔声响彻耳畔，全身骨骼寸碎，命丧当场。他姓藤，注定了他无法逃脱死亡的命运。另一对男女修士同样是藤家族人，仓皇逃命的他们却在关键时刻被一把黑色飞剑穿胸而过，瞬间身体漆黑，魂魄被收，尸体被龙筋捆住。亡灵毫不留情，每一次的杀戮都让他脑海中浮现出母亲慈祥的面孔和父亲期望的目光。这一切都是因为藤化园400年的逃亡，无数的生死存亡，都培养出他对藤家的深仇与决心。与整个事端无关的亡灵，因藤丽的御剑传音而卷入追杀战。亡灵与张虎原本没有引起事端，但藤丽的介入导致了他们之间无情的追杀。藤丽的贪念使得他不断追击，弱肉强食的残酷现实下，没有人来阻止这场逐命之战。亡灵自保的同时擒住了藤丽，而在夺取藤丽的筑基时，他不甘示弱，没有理会藤化园的阻拦。亡灵深刻地反问了世间的无奈，为何他不能夺取筑基，不能为自己谋取更进一步的修为？为何在弱肉强食的环境下，他不能夺回自己的命运？这一切都是藤丽自找的，而亡灵却绝不甘心被束缚于命运的枷锁之下。藤化园发现亡灵竟然肆意屠戮凡人，修真界历来有规矩，修真者不得乱杀凡人，一旦有此举动，所有修士都将联手除掉肇事者。但在藤化园灭杀亡灵一族时，却没有一个修士站出来说句公道话。为何如此？因为藤化园已然达到元婴期，拥有强大修真家族，成为一方霸主。在众人眼中，为了区区一族凡人，一名筑基弟子而得罪藤化园，简直是笑话。对于藤化园来说，亡灵只是个无足轻重的蝼蚁，他可以杀你，却不允许你伤害他的玄孙。在他看来，以亡灵目前的地位，屠杀藤家族人是理所应当的。尽管亡灵的手段残忍嗜血，但想到父母慈祥的面孔和400年来的生死危机，他心中涌起滔天的杀机。如果不杀，他觉得对不起父母，对不起自己的身份，对不起作为人的尊严。在亡灵的肉身碎灭时，他早已看透了一切，不论是正还是魔，他都不再受拘束。
这一刻，他将以屠戮的方式为自己和家族讨回一份公道。在无风谷方圆千里之内，杀戮成为一处修罗地狱。藤家族人一个接一个丧命，魂魄被尽数收入魂器，尸体则被龙筋捆绑，地面染上一抹浅红，虽不至于血流成河，但透露着一股令人疯狂的气息。经过一炷香的时间，亡灵走出这片杀戮之地，手中提着一个人头，正是无风谷的首领藤高。他眼中充满着恐惧，但这一切只因他姓藤，命中注定。亡灵身后，粗大的龙筋末端捆着整整100具尸体，这些尸体或人头伴随着亡灵的飞行，呈扇形铺展开。无论看到这一幕的人，内心都会战栗。杀戮结束后，无风谷内现身2位苍发老者，是无风谷仅存的2个元婴始祖。他们眼中透露出狂喜之色，一人轻声说：“藤家此次必遭厄运。”另一人点头道：“没错，此人修为通天，应该是上级修真国中的巨孽。若朴男子出手，他能否抵挡？不过对我们没有什么影响。”2位老者猜测着亡灵的身份，却始终回忆不起在哪见过他。曾经在绝冥谷外，那个筑基期少年与藤化元一战，肉身碎灭的人，早已被时间淡去记忆。亡灵踩着纹兽飞行，眼神冰冷，目标是8000里外的藤家城，那里有174口藤家族人。藤化元在藤家城大厅内握着玉简，笑容阴沉。他责问3人：4天时间杀我藤家961人。好，雪儿，念，把你获得的信息念出来。